破苍穹197集超前速览，天府联盟与魂殿在陨落之巅迎来3v3的终极决战。没想到在青牛牧童与血府萧晨均以平局收场的情况下，五星斗圣初期的萧炎竟力挽狂澜的强势击败魂灭生的肉身，从而以天府联盟这边大获全胜落下帷幕。那么你知道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火灵小一，他的首次出手究竟是有多猛吗？就这么跟你说吧，魂灭生之所以能够过上数年不能自理的生活，火灵小一占据着99%的功劳。在如今的动漫剧情中，天府联盟与魂殿在陨落之巅已经迎来决战，双方之所以会采取3场个人战，也是有着各自的顾虑。魂殿作为魂族，为虚无吞炎收集灵魂体，从而晋升至地境灵魂的最大劳动力，在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魂族自然不会让其有着大规模伤亡的。而魂灭生的提议也正好符合萧炎所想，毕竟天府联盟刚刚成立没多久，这一战若是全面开打，不仅自己这边会损失严重，整个中州也必会跟着生灵涂炭，这一点自然不是萧炎所希望看到的。而这场对决的阵容分别是同为6星斗圣的青牛牧童对战魂阡陌，5星斗圣后期的魂魔老人对战血府萧晨，最后便是同为5星斗圣初期的萧炎对战魂灭生了。首先咱们先聊一下丹塔老祖与魂阡陌的这场战斗，因为双方皆同为6星斗圣，加上双方所怀天阶斗技的数量都相差不多，所以他二人仅是打了数个回合便以平手的方式草草收场。至于血府萧晨与魂魔老人的这场战斗就有意思的多了，因为萧晨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仅是5星斗圣中期，所以魂殿的大多数人皆是认为这场战斗魂魔老人能赢的几率会更大一点。但身在一旁的魂阡陌却并不这么认为，当初巅峰时的萧族他可是亲眼见过，能够跟萧玄并称为萧族双子星的人物可并不是什么简单角色啊。再者对方的作战经验那可是相当的丰富，可自视甚高的魂魔老人哪听得进去这些啊？其实这些仅是次要的，因为萧晨也是隐藏了实力的，他本身的实力若是放手一搏的话，能够达到5星斗圣后期，只不过缺陷就是不能持续太久。这么一看，原来萧炎那经常扮猪吃老虎的举动是从祖上那一辈遗传下来，他二人初次交手，萧晨英并未动用全部实力，所以略微处于被动且有着落入下风的趋势。就在魂魔老人为此掉以轻心，并认为胜券在握时，萧晨直接暴露出5星斗圣后期的全部实力，他连给魂魔老人半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便施展出一招名为苍穹斩的最强斗技，巅峰实力搭配自身最强一击，若是不出意外的话，魂魔老人即便不死也会半残。可对方在这紧急关头竟将自己先前施展出的魂骨蛙生生吞噬，实力大涨之后的他迅速又凝聚出一个雪球，与萧晨的这最强一击相互碰撞，事后两人皆是双双重伤的倒飞而出，所以此战便也以平局收场。而萧晨仅是吃点丹药便是能够彻底恢复伤势，至于魂魔老人就惨多了，他因为蛊毒侵蚀他的斗气，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未来10年内他的实力将会再无半点精进的可能。更搞笑的是，魂魔老人因为自己的大意致使此战以平局收场，他竟还妄图将锅甩给魂灭生，因为在他看来，当初直接跟天府联盟展开大决战就行了，哪还用得着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模式啊？不然自己还用得着落得这般狼狈了吗？然而魂灭生却直接表示这是上头的意思，要不你直接找族长聊两句。魂魔老人闻言这才跟霜打的茄子一样泄了气，而接下来便是魂灭生与萧炎的这场战斗了。双方按照惯例自然是先行嘴炮输出一番，吐槽最多的自然是魂灭生了，因为萧炎成功吞噬净莲妖火并提升至5星斗圣初期，已然超出他的预料。要知道当初净莲妖火的威力他可是亲眼见识过的，并且如今萧炎能够成长到这般地步，这最大的功劳还要归属于他魂灭生，因为当初他接到覆灭萧家余孽的任务后便先行闭关了，这才交给手底下之人去办。没想到这群废物竟然心存轻视，然后便有了萧炎如今的这般成就。今日他作为店主，便要让这一切在此彻底的画上句号。不得不说，魂族之人这口号喊的是一个比一个响，后期求饶那是一个比一个怂呀。而魂灭生之所以有着如此强硬的底气，最主要的还是来自魂阡陌给他带来的那道虚无吞炎的紫火。若是此枚火焰能够牵制住萧炎的净莲妖火，那么此战他将会毫无压力。但显然他是低估了火灵小一的作战能力。目前小一在异火界的地位，除了身为本体的虚无吞炎外，谁来了都不好使。更遑论魂灭生手中的乃是低于天地2道紫火之下的最普通的一枚紫火了。萧炎则是懒得跟其废话，但老萧上来便是施展出黄泉天怒这等天阶斗技，但人家魂灭生也不是吃素的，利用他魂族的声波斗技万魂朝拜将之轻松化解。后来萧炎又是施展出天阶斗技佛怒轮回，然而此招却是被魂天帝以虚无吞炎的紫火给吞噬殆尽。萧炎也是毫不示弱的召唤出火灵小一，这个小家伙上来便一口将对方的紫火给反吞噬掉了，并还打了一个异火保格。魂灭生见状差点没惊掉下巴，他想过净莲妖火会有些难缠，但却没有想到虚无紫火竟会如此不堪一击啊！失去紫火的魂灭生在萧炎的猛攻下逐渐落入下风，一旁的火灵小一则瞅准时机的瞬间搓出10枚双色火莲赏给了对方，这等攻击令得魂灭生顿时身负重伤。小一一看对方竟然还没嗝屁，反手又是10枚双色火莲将其给炸得直骂娘。在这等狂轰乱炸之下，魂灭生最终是奄奄一息的濒死状态。此战萧炎已是胜局已定，魂灭生也是彻底被吓破胆了的，想要脱离战圈，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但却被咱老萧以迅雷之势将其肉身给一击击溃。就在萧炎想要彻底粉碎魂灭生的灵魂时，却被不讲武德的魂阡陌给出手救了下来。最终此战便以天府联盟这边大获全胜而落下帷幕。这一战也是让的天
天府联盟的名声彻底响彻了整个中州，并取代魂殿的成为了远古种族之下的第一势力。之所以说魂灭生会过上了数年不能自理的生活，是因为返回族中的他被虚无吞炎利用异火之力耗费数年，又给重塑的肉身，这才侥幸捡回一命。后来已是地境灵魂且是7星斗圣的萧炎，在藏天山脉与魂族交战时方才彻底斩杀对方，只不过这次并未用得上火灵小一，因为彼时的侥幸哥打他就跟捏死个蚂蚁差不多。至此这个曾不可一世的魂殿殿主便彻底下线了。